这上面的切掉了啊！这怎么能刮掉了？快走！这里面还有一坑，这怎么回事？ 那杀漆图，便是由特殊颜料绘制，移于热水便会显现。我将那特殊颜料刮去，原来的画面便会显露出来。那日，你将一碗热汤药泼于其上，便制造出了一幅触目惊心的杀漆图。 那日我疯癫之症发作，举止失控，不记得了。当真是犯了疯癫之症吗？不然呢？难道你要说我是故意将汤药洒在漆瓶上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先让漆瓶变化，再外传鬼祟邪说，让疯癫之症发作，迷失心智，杀害银莲。 等公，这便是你的计划，杀害银莲夫人，得偿所愿。因疯癫之症杀人，大唐律令、民心、民意，便都站到了你这一边。银莲是李翰所害，这是你冥府断的案。我是说过，找到李翰，便会真相大白。我可没要你杀人灭口。 若真是那李翰因报仇杀人，又何须大费周章让漆瓶变化？我为何要杀银莲？我曾问过你，这漆瓶是何人所做？无名画师而已，何必再问？非是画师无名，而是你不想告知我画师的名姓啊！图上画的可是银莲夫人。徐凯。 你怎么来了？来，这里有点乱。没事，挺好的。屏风画好了啊，快好了。这是金榜题名。这画的好像是个故事。这个。 是我们的故事。这屏风有名字吗？就叫四七屏吧。那七屏中的女子也是她，只是这男子可不是你，而是画师徐凯。照你这么说，与银莲厮守半生的该是这个徐凯，然呢？你杀了他，七刀。 银莲府身中也是七刀，巧合吗？不然，只是我一直也没有参透，直到我在青楼包房外的墙壁上发现了你用指甲刻下的7道划痕。你跟踪徐凯和银莲夫人私会，一共7次了。 一次1刀，好好看看我的指甲，有什么抓痕？没有，指甲已经又长出来了。可那日我在为你诊脉之时，确实看见了指甲的磨损。只可惜那个时候我没有怀疑你说。你住口！没有证据就不要妄言。狄仁杰，你构陷我唐凯无妨，若要污蔑银莲与他人通奸。 我定不饶你！我一直百思不得解。我不明白，一个男人如何能够忍受如此屈辱？
直到我在银莲夫人的房中发现了你的诗作。旧山虽在不关身，且向长安过暮春。一树梨花一溪月，不知今夜属何人？你说你在为夫人修改诗作。旧山虽有不关身，且向长安见暮春。你把你的印记强加在了夫人的诗作上，企图占为己有。只可惜呀，你耗尽了心思，却越改越不如原作了。狄仁杰，你个明经科出身的末流读书人，也配评价我的诗作？狄某确实没有诗才，可也不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。有人曾对我说过，男情女爱不过是相聚时浓，相思时烈，离别生愁绪，痴情生猜疑，多情惹记恨。这些情愫，在滕公的诗中淋漓尽致，其媚然缠绵，比之女子还要入木三分。可现在想来，不是滕公心思比女子细腻，而是这些诗作本就是女人所写。若非如此，滕公怎么会明知道旧情人与银莲夫人私会，却还能强自忍耐？只因你比其他人都更需要银莲夫人的诗稿。徐凯，就叫四七品吧。这画的好像是个故事。是我们的故事。狄仁杰，你给我滚出去！还记得你说过，那马鞭自军中之后便再未用过。这马鞭是我当年所用，去之后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，也算是纪念我数年戎马。那鞭梢上的新鲜血迹，又作何解释？敢把你的后背亮出来给大家看看吗？指甲可以再长，鞭痕却是留下就留下了。你每日以马鞭自吃，想要降服心魔，可终究你还是忍不了了。你先杀徐凯，然后再假以疯癫之症杀害银莲。你说我的疯癫之症是装的？在你的书房之中，我们发现了比曼词。比曼词少量服用可使人呈现疯癫症之状。为了杀害银莲，你不惜一连服用10余日，坐实了你的疯癫之症。我若真要杀妻，何须如此？一开始，你确实不想手染鲜血，所以你行贿私事，赎出了李翰。你的话越发不着边际了。我唐侃在蓬莱无人不识，若是去采石场赎人，那司事定能认出来。你把司事叫来，我与他当面对质。我什么时候提过采石场？对呀，这些没说过。你怎么知道那李翰在采石场服役？此事不难推断。你把司事叫过来，我与他当面对质就好。不必对质了。去采石场赎人的确实不是你，而是赖二娘子，银莲夫人的阿紫。她为何要这么做？这事你应该问他，不该来问我。个中缘由你清清楚楚。
银莲夫人每每以回府探望二娘子的名头外出，此事管家可以作证。夫人与二娘子一直有来往吗？这倒没有。听说姐妹二人从前积怨颇深啊，也是近段时间才再有来往的。你若早知二人交恶，那么银莲夫人便是在撒谎了。你明知道赖二娘子深爱徐凯，而徐凯麻风病愈后又与银莲再续前缘，你利用了其恨心起，让他赎出李翰。若不是李翰这只拦路虎，你就成功了。他知道你杀了徐凯之后，必生杀妻之意，只能一次次的潜入府中，意图保护银莲。你知道他不敢报官，便顺理成章的利用他，成功的转移了我的注意力。你是个薄情寡义之人，自然想不到李翰因银莲而蒙冤入狱，却至死深爱银莲。这断发便是凭证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万万不可能生出杀心。好一段爱恨纠葛的故事，感人肺腑啊！狄仁杰，你言之凿凿，是有将我治罪的证据了吗？我没有证据。李翰和徐凯皆已身亡。只凭着在你府中找到的笔蔓子，不足以给你定罪。狄明府，我诚恳在诗坛的盛名，岂是你几句风言风语就能动摇分毫的？你如此构陷于我，现在你该考虑考虑你的后果了。想你也曾是凭借真才实学叱咤诗坛，怎会沦落至此？接连3人因你丧命，你心何安？一派胡言！来人，给我进去门！啊！太！变成石头！石稿呢？我的石稿呢？在这儿呢。其他石稿了？我其他石稿了？在去往长安的路上，是我吩咐马融入得府来，将他们都替换了。这些诗稿都是银莲夫人的笔体，是你还未来得及誊抄之作。你每日假装悼念，将自己锁在夫人房中，其实是在翻找遗作。我治不了你的杀人之罪，可你用银莲的诗作金鸡夺魁、欺君之罪，你照样难逃一死。成公，我今日不抓你，你走吧。可是你要记着，今日之后，你的一切虚名就是个笑话。
是为银莲夫人遇害一案吗？是。这个案子离奇复杂，这其中的男女情感纠葛，我到现在也没能够理清头绪，实在不知该如何下手。原来宁府不是来听曲儿的，难道是有求于我？我想你冠京风月之事见得多了，跟你聊聊，许能解我心中疑惑。这男女情爱，无非就是相聚时浓，相思时烈，离别生愁绪，痴情生猜疑，多情生记恨。其实这些情感，在滕公的诗句里写得淋漓尽致，其柔媚缠绵，可比寻常女子的心思更要入木三分。这我还真没品出来。不如我为冥府弹上几段吧。如此，有劳了。你在这干嘛呢？等狄仁杰啊！你能不能别老狄仁杰的，叫冥府。咱现在身份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得懂规矩。阿兄，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跟洪叔越来越像了？你上年纪了你。就你这野印啊，看谁敢要你。行，狄冥府，我等狄冥府，行了吧？那你别等了，一早就出去了。出去了？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那你跟我这儿瞎套什么近乎？你干嘛去？洪叔，少管我！我能不管你吗？你过来。过一次见见他们吧，真是让人担忧啊！都怎么样了？跟我们见一面吧。狄老爷吗？冥府，来，随我来。冥府，各位，今日这也决定结束，各位请回吧。哎呀，冥府啊，您到的正是时候啊。其实家主已经将自己关在夫人房中整整1天了，又水米未进，我等正在犯愁。啊，是本宫与夫人并不同房啊，您有所不知，其实家主在作诗之时呢，往往是不分昼夜，恐怕会影响夫人的正常休息，所以一直分房而居。哦，就在这里。家主，冥府来了。家主，冥府来了。我等等。这，我在这里思念亡妻，不愿被人打扰。冥府久等了，怠慢无愧。这里没有外人，还是叫我怀英吧。
这是夫人的手笔，一浓一坚，正柔其人。旧山虽在，不关身，且向长安过暮春。一树梨花一溪月，不知今夜属何人？好诗啊！这些都是银莲留下的。他受我影响，也喜好诗词风雅，偶尔在我指点下写作，兴趣而已，尚不足以传世。见兰之，则异香自来。此诗若是传颂出去，也是佳作。睹物思人，心绪难平。文英，我们还是换个地方说话。明府，这首诗作，银莲生前曾托我修改，一直未能完成。如今已经改好，却已经来不及让他看见了。明府，坐。我在朝时，官拜右屯卫长史。这马鞭是我当年所用。去之后，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，也算是纪念我数年戎马。明府，你打算何时将我判死？滕公可曾听过李翰？李翰，这名字耳生，不曾听说。夫人平日出府，中意去哪儿？我平日只知闭门写作，并不知道银莲有何去处啊。在夫人未出阁之前，曾被李翰追求，因误其滋扰，夫人诬了他个强盗之罪，让他蒙冤入刑。可就在数日之前，李翰被人赎出，因为被夫人冤枉，平白受苦，对夫人的恨意可想而知。就在那日，夫人遇害当天，滕公因癫狂症发作，迷失了心智。有人在书房中发现了厉鬼出没，恰好李翰就在府内。传言出现过的厉鬼，大概就是他。所以，此案他才是最大的凶嫌。怎么说？是这个李翰害死了银莲？那个将他赎出之人同样罪大恶极，那个人是谁？找到李翰，便可真相大白。多谢明府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家主每逢作诗之时呢，都是闭门不出，所以其他人也不敢打扰。我家夫人闲来无事，就会回娘家探望她的阿紫。两家呢也不知赖二娘子上一次与银莲夫人见面是什么时候？我与银莲交恶，素不往来。他的阿紫指的可是赖二娘子。是位老姑娘了，
一直未嫁，怪可怜的。夫人与二娘子一直有来往吗？这倒没有。听说姐妹二人从前积怨颇深啊，也是近段时间才再有来往的。自那日你搔首弄姿、卖弄风情之后，我便发誓与你再不相见。毕竟是姐妹血亲，哪有真隔夜的仇？有理。明府慢走。关门吧。你怎么来了？霸宗的头子用的不错吧？还行吧。接下来咱们去哪儿？帮我再去跟你那个朋友打听打听了。一般这城中女子与情人私会，都会去哪儿啊？这个不用问，他已经告诉过我了。他为什么告诉你这个？这你不用管啊。走，我带你去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呦，贵人来啦！小二，两位，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一不吃酒，二不听曲，向你打听个事儿。啊，我们这儿就是吃酒听曲的地儿，打听事儿，那您可是来错地方了。官府查案，我是狄仁杰。哎呦，狄明府啊，这贱妇有眼无珠。听说你们这儿有一间房专供人幽会用，可有此事？哎呦，你看我们这是寻花问有所在，不接待什么贫富贫富。只要不违反大唐律令，别的我不管你。是，只是我们这儿确实不做这桩生意啊。您若再问，我也只能如实回答。不瞒您说，我这儿确实有一间房，明府，你也要替我想想啊。在哪里？已经被人承包出去了。谁包的？来人黑纱蒙面的，我确实不知道是谁。带我去看。这恐怕不太合适吧？看来霸宗这头子不太管用啊。哎呀，大人，我没说不带你上去看的，就在楼上啊。那二位随我来吧。来，大人请。哎呀，看来这县官确实不如县管啊。便是这间了。哎呀，明府莫怪呀，我们做生意的也实在没办法。当真不知来者何人？确实不知。这间房子他从来不让打扫，自打包出去之后，连我都没有进来。那与他幽会的人，那就更不曾知道了。先下去吧。哎。明府，这有字儿。旧山虽在，不关身。这是银莲夫人的字。这怎么还有朵花啊？你如此大费周章地出来告诉我，这一切都跟徐凯有关。